稳定收入，移民秘鲁。Hola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真的只靠每月收入就能移民秘鲁吗？今天来详细聊聊秘鲁这个最受欢迎的签证，也是一步到位获得长期居留的好方法哦。这么好，真的要认真研究啦。Vamos。先来认识一下这个签证，官方名称是 Calidad Migratoria Landista Residente。如果直接照字面翻译过来，意思大概是移民品质稳定收入居民吧。这样翻译一头雾水耶，不如我们就直接叫它收入签证吧，简单明了又好记。收入签证这个名字很贴切，听起来不错嘛。对呀，所以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签证呢？真的是只要有稳定收入就可以申请移民秘鲁吗？简单来说，秘鲁稳定收入居民签证是一种移民身份，它专门给那些拥有稳定可靠收入来源的外国人申请，像是退休金、年金计划、投资分红、房租收入等等。这些都可以被证明是可持续的收入，都包含在内。那我明白了，就是说这个钱不是工作赚取，这不就是经常讲到的被动收入吗？那也不一定哦。这个事情我们稍后详细分析一下。那么这些收入要在哪里产生呢？按照目前政策，在秘鲁境内或者境外获得的收入都可以计算在内。这个签证有效期多长呢？如果在秘鲁境内申请，持有收入签证可以在秘鲁无限期居留，算是一步到位获得长期居留了吧？这应该算是这个签证的最大好处吧？对啊，其实在很多国家，刚开始都只是给一个1年2年的临时居留，然后过几年符合条件后再申请永久居留。不过刚才说是在境内申请，如果在秘鲁境外申请有差吗？无论是在哪里申请，都是透过线上平台递交资料，但程序上有一些小区别。那看来先要申请了收入签证，然后到达秘鲁后再申请换成无限期居留咯。所以最好是看看官方网站哦，链接就在影片说明栏。看来申请这个签证最关键的条件就是要有符合稳定收入的标准。那到底需要多少钱才够格呢？根据目前规定，如果收入是来自秘鲁境外，最低要求是每月$1000的净收入。如果申请有涵盖家人的话，像是受抚养的子女，每多一个人每月需要额外证明有$500的稳定收入。那么净收入的意思就是扣除税金或者是保险费之后，实际汇到我的户口，也就是到手的钱吗？没错，这$1000净收入是个基本门槛啦，但这里面有个比较弹性的地方，就在于这个净收入的认定标准。我刚才就在问嘛，是不是所谓被动收入？你就说不一定，难道这就是有弹性的地方吗？搞得一头雾水啊！我们可以看看移民局怎么说，原文是这样写：如果您是外国公民，并享有秘鲁境内或境外的退休金或永久性收入，你可以透过国家移民总局线上申请收入签证。退休金这个意思就是很明确啦，就是每月由政府或公司固定发放到户口的一笔钱，非常稳定，终身领取。但是永久性收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听起来很抽象耶。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到底如何定义这个永久性收入呢？老实说，感觉秘鲁移民局是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去判定。难道是要看审核的移民官心情好不好来决定吗？也太悬了吧。估计没那么简单吧。没那么简单。但这确实意味着他们会综合考量这个收入的来源性质、发放频率、稳定性记录，甚至文件证明的有效性等等，来判断它是不是符合永久和稳定的标准。不同的收入来源、证明方式和审核的松紧度可能都不一样。哦，那我明白了。所以就算银行对账单上写着每月超过$1000进账，但如果这个收入来源，比如说是短期的投资收益，那可能也不算数咯。有这个可能啊，秘鲁移民局应该会更看重能够长期、持续、能可靠的支持你在秘鲁生活的收入哦。
这样感觉像是薛丁格的收入，在审核结果没有揭晓之前，都不知道这些收入到底算不算数咯。好難捉摸啊！嘿嘿，那也不是没路可循啊，像是房地產租金、銀行定存利息、股息分紅這些收入，如果提供足夠文件證明是長期穩定的收入，通常還算是穩啦。證明文件越多，處理手續就越多。外國文件通常還需要辦理翻譯、海牙認證，或這些認證費都跑不掉啊，而且證明要夠硬才行啊。文件準備確實是關鍵啊，但除了收入證明之外，還有個要求就是申請人需要簽署宣誓書，承諾這筆資金會透過銀行系統進入秘魯哦。哇，這招好高明啊！這樣一來，每多一個收入簽證的移民，就意味着一筆外匯會源源不絕地流進秘魯啦。肥水不流別人田嘛，要不然怎麼證明是穩定收入呢？那必須每個月都要匯款到秘魯的銀行戶頭嗎？像交月租一樣？資料上沒有明確要求說要每個月都要匯款，不過實際上還是建議保持有資金定期的進入秘魯的記錄，這樣就會比較穩妥。畢竟要維持這個簽證，就要避免違反規定。看來國際匯款的手續費省不了了。總的來說，秘魯穩定收入居民簽證的核心要求是收入要符合最低金額門檻$1000，更重要的是證明收入來源的永久性和穩定性，並且要通過正規渠道進入秘魯。同時也要意識到申請審核過程彈性可能很大，提供最有說服力、最硬的證明文件就非常重要啦。歡迎在下方留言提問或者分享經驗感受，順手按個讚吧。有任何錯漏也請多多指教。看來申請這個收入簽證，收入要求是重中之重啊。除了錢以外，還有什麼要準備的呢？除了證明要有錢之外，當然還要身家清白嘛。那就是需要提供原國籍以及過去5年居住過的國家的無犯罪記錄證明。這應該是移民基本款裡面最重要的文件吧？而且聽說移民局對這個文件的有效期規定得很嚴格哦。沒錯，通常要求是在文件頒發後6個月內有效，過期就要重新申請啦。聽說還要辦理那個國際刑警組織的文件哦，難度很高的樣子，要跟國際刑警打交道嗎？薛定諤的貓再次出現了，哈，該不會是既要又不要吧？聰明，移民局的要求上寫的是需要提供，但根據2023年8月的一項法律裁決，要求出示這個文件是屬於非法官僚障礙。那到底還要不要交呢？真的超級難捉摸啊！嘿，從目前的資訊來看，如果是在秘魯境內申請，就可能要交吧，因為在移民局的網頁上就有要求。最好還是諮詢當地專業律師或中介會比較穩妥吧。講到找律師中介嘛，這裡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哦。今天的驚喜已經夠多了，請講點好聽的話吧。如果申請過程是委託代理人處理，需要一份在秘魯的公證處辦理登記或者經過領事認證的授權書，當然也要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證明文件跟個人資訊。這樣一來，又多一份文件，又多交一份錢咯。所以無論是移民去哪裡，都要做好自己的功課哦。功課做得好，說不定還可以 DIY 省一筆代辦費咯。還有關於申請方式，整個申請流程主要都是透過移民局線上平台進行，過程大同小異，一些申請要求上的差別，可以看看官方網站，鏈接就放在影片說明欄。有線上平台這樣就挺方便啦，處理時間大概要多長呢？通常是30個工作日，所以大概1個月應該會知道申請結果。聽起來還算有效率啦。大家都說拉丁美洲的政府部門辦事效率又慢又爛，秘魯這方面看來不錯吧？在最後還有一個關於維持收入簽證有效性的重要提醒哦。我聽說要維持秘魯的永久居留，是不能連續離境超過365天。收入簽證也是這樣嗎？誒，且慢。這裡有個重要的觀念要跟大家釐清一下，收入簽證不等於傳統意義上的永久居留哦。
从移民身份类别来说，它其实是归类在临时居民底下，只不过它的居留有效期是无限期，也不需要定期续签，但这不等于永久居民这个身份类别哦。搞了半天才知道，原来收入签证不是永久居留。那刚才我们说的一步到位获取永久居留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是我听错了吗？你听错了，我说的是长期居留。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啊，差不多的字，但意思天差地别啊。所以持有收入签证这个身份，要遵守不能连续离开秘鲁超过183天的规定哦。这点真的很重要啦。话说回来，既然收入签证不算是永久居留，那要如何获得秘鲁的永久居留呢？还有没有其他移民秘鲁的途径呢？今天我们详细研究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也体会到秘鲁移民政策方面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弹性了吧？关于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秘鲁永久居留，以及其他移民途径，像是工作签证或投资移民，这些话题我们下次再继续聊吧。那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哦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这个频道的发展有赖大家支持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超超，拜拜。